如果操作股票只用一根均线，那么最好的答案肯定是21日均线，因为它是重要的斐波那契数字，交易界的神奇密码。而且呢，它还是布林线中轨的参数，同时它也是蜡烛运行的速度和力度发生质的改变的重要分水岭。21日均线呢，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这个综合时间周期。 所以呢，我们给它的定位就是进出决策线。今天的视频呢，我们来分享一个2133战法，学会此方法，让你轻松的操作股市的小波段，简单好用，而且还挣钱。不管是新股民还是老股民，只要坚持的看完这个视频，一定会大有收获。所以呢，建议大家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反复的观看。接下来呢，我们直接的上干货。2133战法呢，也被称为股市最笨的赚钱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方法的核心要领只有一根均线。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案例图中的紫色线呢，就是21日均线。那么如何确定小波段操作的进场和出场的位置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当这个股价由21日均线之下来到均线之上的时候，一般为买入的位置。而经过了持续的运行之后，股价来到了均线的之下，是卖出的位置。当然在进行确认的时候呢，如果21日均线的方向在买入时已经明显的转上，还有呢，在卖出时已经明显的转下，则这个成功率会更高。那么，如果当发现这些转折点的时候，均线的方向并不明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简单的确认呢？当然是有的，这就是2133战法的33。也就是说，2133的战法前面的21指的是21日均线。而后面的33指的是确认法则。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333指的是两个数字，分别是3%或者是3天。那么如何使用呢？如图所示当这个股价由均线之下突破均线的时候，如果第一根突破的 K 线收盘价超过均线的幅度没有高于3%，那么这个时候呢，则不能够买进。必须要等到股价持续的处于均线之上超过3天才能够买入，而且买入之后呢，要以21日均线作为一个止损点。如果随后很快收盘跌破了均线，一定要止损出局。那图中的这个位置呢，很明显了，第一天突破时超过了这个均线的部分小于3%，所以呢，我们要等到3天持续的高于均线才能够进场。随后呢，股价没有跌破均线，一直持有。那么果然，股价呢产生了一轮波段的上涨。反过来呢，如何确定卖出？卖出时候呢，依然是使用33法则。例如图中的这根阴线明显的跌破了均线。如果没有跌超3%，在第3天持续线下的位置卖出即可。也就是说，在使用33法则的时候，只需要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就可以确认买入或者是卖出。让我们再来看这个买入的位置。当股价突破均线的时候，如果股价超出均线的幅度达到了3%以上，则不需要等到3天之后，可以直接的买入。这样的操作方式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快速轻松的上车，把握住快速上涨的小波段，而不会因为3天的时间错过快速上涨的行情。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一定会问，如果能够结合成交量，会不会更好呢？那么如何结合成交量呢？我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的股市交易的口诀：上涨是需要量的，而下跌是不需要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买入决策的时候，最好是在买点时发现这个成交量有所放大，这个时候再买入是非常好的，成功率会更高。而且在进行卖点决策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股价连续3天低于均线，这个时候想要卖出，即使下面的成交量没有放量，也依然是要卖出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下跌的时候呢，很多股票并不会放量。虽然我们说高位放量下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很多时候见顶走坏并不需要放量。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主力机构在上升的后半段已经通过大阳线的放量提前出货了，所以呢，真正开始做头部并且下跌的时候，已经不需要放量了。但上涨的时候则不一样，上涨一定是需要主力机构主动的拉升股票，让跟风盘和散户由于这个赚钱的效应跟进这个市场，所以成交量必须是放大的，你理解了吗？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位置，股价经过一波向上的走势之后，再次的跌破这个均线，同时下面的成交量也没有出现放量，但是呢，依然通过这个卖点可以回避后续的下跌。那我相信通过这个案例呢，大家就彻底的了解，上涨是需要量的，而下跌是不需要量的。
好，让我们来做一个2133战法的注意事项的总结。首先呢，需要在21日均线已经转上买入；其次呢，21日均线转下则毫不犹豫、坚定的卖出。第三点就是33法则能够大幅度的提高交易的成功率。如果你是一个保守的交易者，可以同时应用3%和3天的准则来进行一个确认和卖出。第四呢，买入的时候呢一定要放量，卖出时则不用。以上呢就是2133战法的全部总结。如果你听到最后可以打一个9字让我知道，我会送你一个独门战法书。我是爱讲大白话的 Henry，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